夫人，小薇被人救走了，看守全部被杀，而且他们都是死于一掌毙命的崔心掌。是吗？风雷堡只有2个人会这种武功，一个是我，另外一个还用我说吗？那你是怀疑我了？哼，没错，算你说对了，就是我放走了小薇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救你的女儿，还不全都是为了你？我？那天，风雪二老在念令规的时候，看你那个样子，简直就是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。你知道吗？我心里有多难过。傲霜，身为总令主，连血管里淌的血也应该是冷的。你这样儿女情长，我将来怎么能把总令主的位置交给你呢？那你对程玉霜呢？又该做如何解释？我找他，是因为我怀疑那张图在他手上。我看未必。我沈傲霜，儿女情长，我有什么错？因为我是女人。如果你要是再这样痴情下去的话，恐怕非但得不到程玉霜，哼，有可能会毁了你的宇内12令。这是我用长白山的乌蚕丝给你织的围巾。你现在虽已练成金刚身，但是还有一个弱点，就是脖子软，尤其是在程玉霜面前，你一见到她就想低头。傲霜，这个围巾既能弥补你的不足，又可以防身。最重要的是能记着我。海棠，我根本不想要什么令主，我只想要你。我就是受不了你对程玉霜的那片痴情。傲霜，你练的鱼龙功不对。你认识我师父？朋友？这么说，
我师父让我到日月峡谷来，就是来找你的。可是，我来到日月峡谷已经1个月了，我还是弄不懂鱼龙功。哎呀，我真是太笨了。刚刚，你说我的方法不对，可我究竟哪儿不对呀？什么？你教我武功？这么说，你们铁海堂令主要把我们白马门归顺为你们宇内12令之下了？不是归顺，是合作。哼，这有什么两样啊？哼，当然不一样了。归顺是招降，这合作嘛，是共谋大业。好一个共谋大业呀！好，我司空远愿闻其详。其实，白马山庄与宇内12令本来就是一家人。我们铁令主和白云大侠是同一个师门，而且是情同手足的师兄弟。只不过20年前因为一场误会，才中断了合作。唉，对此，我们总令主也深感遗憾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师父郭白云是仙师的嫡传弟子。虽然仙师已逝，可是我们门下弟子众多。再说了，20年前你们总令主勾引我师娘程玉霜，她不甘屈辱，投河自尽。你们总令主也被逐出了师门。哼，这个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吧？过去的事情，再多纠缠也没什么意思。没意思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都是大侠郭白云的弟子。你们铁海堂想把我们收入门下，暂且不说名节不保，就是在江湖上，从此白马门会被江湖各豪杰留有画柄。哼，你觉得这有意思吗？这么说，白马门是敬酒不吃，定要吃这罚酒了。哼，司空远在此恭候。哼，恐怕你和白马门过不了今夜。好，我等着你。告辞。二爷，给您香。仙师在上，我们白马门击杀星光镇，虽然受到宇内12令的破坏，皆有破碎，可是白马门的精神犹存。白马门还有几百位血肉之躯，誓死保卫白马门。我们一定会血战到底，视死如归。白马门的生死存亡，在此一举。求您老人家保佑我们。各位兄弟，现在是白马门的危难时刻。如果你们谁怕死，现在就可以离开。誓死保卫白马门！誓死保卫白马门！誓死保卫白马门！好，拿酒来。
可断，血可流，白马门不能丢。头可断，血可流，白马门不能丢。弟兄们，走！是。听说你不愿意跟我们合作，说说为什么？哼，既然你已经知道，还用说吗？哼，司空远，你不要心存幻想，负隅顽抗了。你不好好想想，我们为什么可以兵不血刃的就闯进了白马门？上一次星光七杀阵怎么就那么容易被我们给破了？告诉你，这白马门就像我的后花园一样。我想进就进。姓沈的，你别虚张声势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白马门屹立在江湖数十年不倒，不光是靠星光七杀阵，而是靠我们众弟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气神。是，你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白马山庄的大门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你是降服不了我们白马山庄几百号的人心。人心？哼，人心有刀剑硬吗？是，刀剑只不过是对付软弱的人，士可杀不可辱。上！二爷，我来帮你。好，生擒这个妖妇。你是奸细！我是宇内12令警令分令主冯同。二爷，二爷！把他们都给我押到地牢，等待总令主处置。告诉你，头掉了不过是碗大的疤。老子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想死还不容易呀？那岂不是太便宜了你们？夫人，吴大爷带着人杀过来了。好啊，来的正是时候。与其无谓的死去，还不如跟我走。你是人还是鬼？出来！
霜。吴大爷，好久不见。你要干什么？等你呀。哎。不光我在等你，你的师弟司空远也在白马门等你。在山庄等我？没错。你把他怎么了？他顽抗到底，我把他给抓了，扣在山庄的地牢里。等一会儿把你给抓了，好让你们兄弟俩一起团聚呀。吴大爷，不如我们俩好好谈谈吧。没什么好谈的，技不如人，该杀该剐你看着办。老子我要是眨一下眼，就不算白马门的掌门人。这么说，你是郭白云的嫡传弟子喽？正是。你拿什么能证明你是嫡传弟子啊？这是我们白马门的事，还需要跟你禀报吗？哼，据我所知，寇英杰才是郭白云的嫡传弟子，指定的掌门人。寇英杰，他是个奸细，我早该杀了他。寇英杰武功平平，杀他我相信。可郭彩玲呢？你敢杀吗？哼，郭彩玲迟早会嫁给司空远，可司空远他早尊我为掌门人了。哼，司空远早已经被我们给制服了，白马门是一座空城。那你把我也杀了吧。死很容易，可你以为你不死就能当掌门人了吗？别忘了，还有程玉霜呢。程玉霜？对，在青州客栈，英千里见过他；在七星楼，程玉霜也出现过。我还听说，在白马门，郭白云还特意给他留了一间谁都不能进的房间。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？程玉霜他不会不念旧情。现在白马门面临着灭顶之灾，程玉霜不会不考虑回来当掌门人，主持大局。哼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以为你还能得逞吗？哼，我知道你连做梦都想当掌门人。只有我才能帮你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从今天起归顺我们。白马门还是白马门，只不过是和宇内12令成为一家人了。到时候，你就是白马门的掌门人。你说话算数。哼，白马门在你眼里是宝贝，在我眼里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我只为打草惊蛇，引出程玉霜，然后我要和他算账。哼！哎，周公子您回来了，快请坐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太不顺利了，要见的人都没见到。周公子，别想那么多了，看看我烧的陶器。公子，你看，这是昨天翠莲姑娘刚烧的陶器。不错，不错。哎，我出去以后，有人来陶氏找过我吗？马天赐马爷来找过你。哦。他见你不在就走了，他说1个月后让你去老地方会他。老地方。茶来喽！
来，客官，茶来了，上好的龙井。来，客官慢用。想不到郭大侠过世之后，白马山庄竟出了这么多事情。如果任由吴大爷他们继续胡作非为的话，白马山庄不攻自破。马爷，您得给拿个主意才好。寇英杰这孩子最讲诚信，他逃出白马山庄，就是为了一定要完成郭大侠托付给他的任务。可是目前白马山庄群龙无首，急需一个有威望的人代理掌门之位啊。可是，谁又能担当此任呢？郭大侠在决斗之前，到过黄花草原，曾托付过我。万一他有不测，让我找卓公子替他去找一个人。找谁？他没说这个人的姓名，他跟我说，卓公子会知道找谁。程玉霜，郭大侠的夫人。对，就是他。事不宜迟，你现在去请郭夫人出山，我去完成郭大侠托付的另一件大事。哎，客官，您慢走。白马门的星光七杀阵威震武林，可还是让我的天蚕丝所破。想当初，郭白云、程玉霜联手创立这套阵法，哼，真是煞费苦心。结果怎样？他早已败在了铁令主的手下不说，星光七杀阵也从此烟消云散。几个弟子更是四分五裂。吴大爷，你算识时务，弃暗投明了。谢夫人。哼，白马门这3个字，真是遒劲有力呀。啊，这是师祖程红梅的手笔。嗯，白马门，白马门，如今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。你师祖地下有知，应该很欣慰吧？吴大爷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哦，师祖地下有知，高兴不高兴，我不知道。哼，你很聪明，那你高兴不高兴啊？夫人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我不难为你了。这块匾我会一直挂着。走，你带我到各处去看看。哦，夫人请。这里面好香啊，有点像女孩子的闺房。正是，这是我师妹郭彩玲的房间。哦。哎，这儿有好多观音啊。是，师傅在世的时候，师妹每次过生日，师傅就送1尊，现在整20尊。哦，好。以后我就住这儿了。不过这个楼也该改改名字了，那么就叫观音楼。这本来就是一观音的房间。怎么？你觉得它长得很像观音吗？哼，我看它呀，差远了。不是说还有一个程玉霜的房间，平时是不让人进去的。是，20多年了，一直没人住，只是师傅自己经常打扫。好，那现在你就带我去看看。请吧，夫人。夫人，这就是我师母的房间。
里面的摆设20年来从未动过。你们师傅还真是个多情的人呢。是，师傅在师母跳河之后，知道了真实情况，后悔莫及，所以特意留下了这间房子，以示忏悔。这个盒子是铁海棠送的。这是铁海棠，铁令主送给师母的结婚礼物。哼！把这个房给我拆了！夫人，如果拆了这间房子，师母就更不可能来了。你说的倒有几分道理。好吧，那就留着它。恭迎总令主！恭迎总令主！夫人，请起，大家都起来吧。谢总令主。傲霜，都是自家人，摆这么大排场干什么呀？我好让天下人都知道你重返白马门呢。20年了，一别就是20年呐。哼，20年。哼，我先师程红梅的灵堂布置好了吗？骑兵总令主，都布置好了，就等总令主接便了。你是？哦，他叫乌大爷，是郭白云的大弟子。怎么，你忘了？你就是妙手昆仑呐！在下正是。英千里口齿不清，每次一着急就把你说成是妙手混沌。对此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那好，从今日起，本令主就封你为妙手混沌。如何？令主，这怎么不愿意？愿意。妙手混沌呐，汤与面齐食，喝下去热热乎乎的。据说京城有家老字号，招牌就是妙手馄饨汤馆儿。每逢佳节，一家人吃团圆饭，总要去那儿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热乎。从古到今，子夜的饺子，生日的面，中秋的月饼，15的汤圆儿。我现在要加上一句：两派若是长相久，团聚要喝馄饨汤。你看，20年了，白马门不是又和我热乎起来了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先师在上，一不成器的弟子终于回来了。先师，这20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，想着白马门呐。先师，从今往后，弟子将与内12令融入您创建的白马门，统一武林，造福四方。
先师，受弟子一拜。傲霜啊，你把郭白云女儿的闺房改名为观音楼，是不是？你也想把自己比为观音呢？不是，我是想让人们都知道，郭采玲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。好，太好了，应该啊。不过，这个房子不宜你我居住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观音楼啊。你的目的是想让天下人都知道我铁海棠不计前嫌，特意为郭采玲修缮了住室，还定名为观音楼，是盼着她早点回来呀。对。海棠，难怪人家说你有王者风范，说话做事果然是高人一筹啊。不过还有一个房间倒是挺适合你我居住的。哦？可是20多年都没有人住过了，虽然干净，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接受。你是说程玉霜的房间？正是。这20年真的没人住？对。郭白云为何这样？我听乌大爷说，程玉霜死后，郭白云追悔莫及，为了以示忏悔，他特意留了这个房间，而且不许任何人动房间里面的东西。虚伪。不，是怀念。他希望程玉霜能够早一点回来。我把郭采玲的楼定为观音楼，也正是因为这个房间提醒了我。这么说，你进去了？当然。那你看见没看见床头上有个精致的梳妆盒子，还在不在？在。你记得是真清楚。这是真的，是我送给程玉霜的。那个时候，郭白云和程玉霜成婚，作为师弟的我，也要略表心意呀。我看你那个时候是痛苦不堪，以此为暗示吧？你胡扯什么呀你？我胡扯？谁不知道这样的梳头匣子，不是娘家送的，就是丈夫送的。恐怕当时你是背着郭白云送的吧？程玉霜也真是够傻的了，竟然还把它放在床头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如果程玉霜真的还活着，她的存在比寇英杰还危险。她一旦重现江湖，我们夺取白马门的计划就会被打乱。哦，原来你是想这些。我不想这些，还能想什么呀？这次我亲临白马门，就是想看一看这个鬼魂一样的人物到底出来不出来。没用，我来白马门这么久了，他连一丝动静都没有。因为你没有把他逼急。司空远，总令主说了，
念你是郭白云的二弟子，如果能像乌大爷一样，就饶你不死。呸！我告诉你，我司空远宁可一死，也绝不会像他那样苟且偷生。师弟，你不能这样，听我一句话。天灵主和仙师出自同一师门，我们是弟子，跟谁都一样的。大师兄，你真无耻！师弟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，你简直就不是人，禽兽不如！你是司空远吧？还有些英雄气概，虽然你很有骨气，不过你这骨气用错地方了。现在天下人都知道，郭白云与我立下生死之约，赌注就是白马门掌门人的位置，谁输了谁让位，这是江湖上的规矩。你师父输的心服口服，就是你师娘程玉霜在，他也得随我。我们老一辈的恩恩怨怨，你们小一辈的并不清楚。你还真要为你师父郭白云殉葬？放屁！铁海棠，你就是一只豺狼！你用卑鄙的手段谋害我师父，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！哼！司空远，论卑鄙这两个字，还轮不到你说。你是不是期望日后寇英杰出来替你说话呀？哼哼！你和你的师兄乌大爷，还有那个玉观音，不是想置寇英杰于死地吗？寇英杰被你们逼走了，听说你还想要玉观音，玉观音又被你吓跑了。哎呀，我的师兄郭白云怎么收了你们这些不争气的弟子啊？你们不顾大义，为争夺掌门人位置不择手段，真的成了天下人的笑料了。你说说，究竟是谁败坏了白马门的名声？现在你该清楚了吧？我铁海棠本是你们的师叔，既然你们的师娘程玉霜不愿出面管这些，那我就不得不管了。现在我只想问你一句，是愿随我继承你师祖爷爷程红梅的遗愿，振兴白马门呢，还是想替你师父郭白云殉葬呢？哼！铁海棠，要杀便杀，不要废话！哈哈哈哈哈！真是糊涂到家了。3个时辰后，若还是执迷不悟，哼哼，那我就只好送你们上路了。这个死法叫烈火升天。如果司空远不妥协的话，一会儿就轮到你们了。哼！